九殿下明知我连鬼妆都瞧得出，却偏偏粘了一条胡须来试探我，分明是故意让我瞧出他的身份吧。刘公公是先帝最亲信之人，必见过传国宝石，所以九殿下想试一试我是不是冲着苍岩的传宝石来的。古雨昨日带我入密室，没有蒙我眼，九殿下更是当着我的面开启这暗门，这分明是想试探试探我会不会连夜来劫人。毕竟我手上有你的令牌。秦婉嫣取出一枚令牌丢桌上。从你提出私家大夫这个附加条件开始，你就怀疑我。你送我令牌，沈姨娘不必嫌我的侍卫，加上昨日的种种，真是费尽心思啊。九殿下就不怕惹恼了本小姐？本小姐直接杀了他？你若要杀，有的是机会，不必等到现在。我承认我试探你是我不对。九殿下就不怕惹恼了本小姐？本小姐直接杀了他？你若要杀，有的是机会，不必等到现在。我承认我试探你是我不对。不过传国要事事关重大，如今东云大陆局势不稳，各国细作横行。我身为苍岩国九殿下，自然要守护该守护的东西。不过我很高兴，你并非我要提防的人。本王以茶代酒，给你赔个不是。我能救醒他，但他只能活一盏茶的时间。想问什么，尽快。秦婉嫣起身，却一阵的晕眩，整个人往前倒了去。秦婉嫣！穆无伤连忙脱下外袍，将秦婉嫣裹紧。此时刘公公已缓缓睁开了眼。九殿下，刘公公醒了，醒了！穆无伤却充耳不闻，抱着秦婉嫣大步往外走。传大夫，快！大夫离去，暖阁房门紧闭，屋内一片寂静。他右手上的药藤在他昏迷那一刻全都消失了，却在手背手心留下了无数个针眼般的伤口，触目惊心。谁伤的？私事，不劳九殿下挂心。谁动的刑？没有，你让开。哼，假惺惺。大夫说你气血亏损严重，伤及元气，无其他病状，必是被施以重刑。庸医，我这不过是采摘荆棘制药，不慎被烧，小事而已。元气大伤，还算小事？果然是庸医啊！那荆棘有毒，我不过是毒性未除彻底，回头再喝一点解药便无大碍。怎么就伤元气了？中毒？让开，我要下榻。已经夜半3更，今夜就住下。不必了。穆无伤取了一瓶药，坐了回来。收。男女授受不亲，九殿下自重。距离本王第一次见你至今才多久？你已经学会了男女授受不亲？此一时彼一时。穆无伤故意点了点头。是，此一时彼一时。这药呢，不是庸医开的，是11皇叔研制的，你试试无妨。穆无伤将他的手硬拉过去，给他上药。等到药终于涂完，他用力抽回手。这点小伤要不了我的命，九殿下以后不必如此。还有，别忘了我这次的枕巾。穆无伤挑眉，随手取出来那块被秦婉嫣扔回来的令牌，递到秦婉嫣面前。收好，这次可别丢了，否则下次你还得免费帮我医治一次。我从未见过如此小气之人。小气？多少人想要本王这块令牌都要不到，你拿了就偷着乐吧。哎，刚才你看见了，秦大小姐倒下的时候，九殿下是冲过去扶她的。我跟着殿下这么久，还从来没见过她如此紧张过。秦大小姐不舒服，你怎么也不早点禀告？这要真出了事儿，九殿下饶不了你。我哪知道九殿下会这么紧张？
早知如此，就算秦大小姐打个喷嚏，我也一定上心。很快，两人齐齐下跪。求殿下恕罪。刘公公说了什么？刘公公说那把钥匙有机关，可变换出7种形状，看似一把，实际上是7把。传闻中的千面钥匙，非内行人瞧不出来，更造不出来。属下先去黑市打听打听，或许有安属死道者。他还说了什么？他还说，传国宝饰乃圣物，九殿下乃庶子，不配碰那把钥匙。庶子？不配？哼。本王不过拿回属于自己的东西罢了。才刚开始，余孽就亲自上场。今夜竞拍何物？听说有几位奇药。由于客人的原因，咱们今夜的3位奇药都先压后。压轴好物先插个队，提前竞拍。此物乃康治皇帝心头好，九殿下和太子爷都曾之重金求购。一把掀开黑绸布，一个挂画架呈画在众人面前，架上放着一幅画。黑绸布落下的瞬间，金芒就射出来，指尖画上一尊栩栩如生的佛陀。这是公子秋的画，绝对错不了。都记住了，等下正式竞拍都给本少爷喊价，把价格给本少爷抬得高高的。事成之后，每个人都有赏。没一会儿，价格已经被喊到了3万两。大爷，我出5万两，谁还敢抢？可那双天生淡漠的眸子却渐渐浮出了寒意。他想知道是谁偷出了这幅画，他更想知道是谁这么大的胆子，竟敢在这幅画上动手脚，把这画中藏的玄机全都破坏掉。诸位，还有一样东西，也一并瞧一瞧。嘿嘿，有天华物宝的证书加持，价格还得往上加。余孽姑娘，别磨蹭了，开拍吧！本少爷再加3000两，5万3。6万整，6万2，加1000，加3000。5000。见秦婉嫣眼眸冷垂，11皇叔以为他也想要这幅画，二话不说，直接举起10万两的牌子。这位客人出价10万两，可有人加价？妙妙，你听到了没？10万了，居然10万了！10万算什么？加上去。妙妙，10万可不少啊，万一没人出价了呢？就赚这么点儿，你还想好好款待我？别！秦耀祖吞了吞唾沫，回头朝小厮看去。出价，先加他个1000，看看情况。小厮都还未出声，不远处就举起了一个牌子。这位客人出价10万两，可有人加价？11皇叔没犹豫，再次举牌，竟也是再加10万两。寂静中，10万10万10万。继续。古侍卫正要举牌，秦婉嫣却突然高举起竞价牌。100万。他加价100万两。他不清楚秦耀祖背后的人是谁，但是想跟他玩就得玩大的。小丫头，你想做什么？没什么，喜欢的东西我向来习惯自己拿下。九殿下好像有点不对劲呢。穆无伤的注意全在秦婉嫣那包扎绷带的手上，他一眼就认出来那是他亲自包扎的。他还以为秦婉嫣仍在九王府躺着，没想到他竟会在这儿。既有戏看，本王就不夺人所好了。余孽姑娘，该报价了。这位客人出价250万两，可有人要加价？全场无人回答。250万两第一次，250万两第二次。全场依旧寂静。250万两第三次，成交！一个红衣女子突然从场外冲进来，
几个空翻飞上竞拍台。不许收，这是一幅假画。按规矩，擅登我竞拍台者，喂狗。来人！你们什么规矩我不管，但是卖公子秋的假画，我顾希儿绝对管到底。顾姑娘刚才说的假话是何意？我云梦黑氏难道会和卖家合伙欺诈？若非如此，为何急着抓我去喂狗，不让我见画？此画竞拍已结束，见不见画，如何见，皆由买家做主。顾姑娘可同买家商议，但是雨孽把丑话说在前头。不管怎么见，最后若证明此画为真品，那雨孽只能按规矩办事，擒拿姑娘，投喂山后野犬。好，如果最后鉴定出此画为仿品，你最好也按照你们的规矩办事，公开卖家的身份，按最终的竞拍价向卖家索赔3倍，以示惩罚。那是自然。这位姐姐敢为公子秋付出此等天价，小妹佩服。废话就不必说了，你如何证明这幅图是假的？雨孽姑娘，敢问天华物宝的竞拍书上可写明了这是一幅金箔画？自是写明。诸位不必着急，本小姐既敢站上这台子，必定有办法让大家心服口服。这位公子既质疑，不如上台来，本姑娘让你瞧瞧什么是真，什么是假。雨孽姑娘，劳烦取一块金子和一片金箔来。很快，一条金块和一片巴掌大的金箔就被送上竞拍台。你自己照，金箔和金块都照着看。金块为金芒，至于金箔，金芒中竟见绿光，竟还有区别。他们2人都眼见为实了。金块厚实为纯金芒，金箔轻薄，金中见绿，大家都没有异议吧？所以佛光普照的金箔应该也是折射出绿芒，对吧？那是自然，真金不怕你淹。这位姐姐，你可否上台将佛光普照从琉璃画框中取出，验一验真正的色泽？有劳雨孽姑娘。雨孽姑娘接过火把，凑近认真瞧，良久，她都没有说话。这不可能，不可能，我不相信。什么不可能？怎么不可能了？造假的画就是只有金芒，就是看不到绿光。真金箔可以折射出绿芒，但是以黄铜顶替黄金，用特殊工艺制成假金箔，是绝对看不到绿芒的。这真的是黄铜？这位姐姐，你就别再有劳雨孽姑娘了，你赶紧上来，亲自一把火烧了这假金，让大伙儿瞧瞧。确实该烧了，就让那位公子代劳吧。顾希儿将火把递到秦耀祖面前，秦耀祖非但没接，反倒后退了好几步。不敢啊？看样子还得本小姐亲自来烧。姑娘稍等，单凭金箔金芒就下定论，未免草率了些。余孽马上请位金匠来。对，单凭金箔绿芒就下定论，太草率了，绝不能这样。说不定公子秋这金箔跟一般的金箔不一样呢啊！不必了，烧了这幅画，若得真金，钱本姑娘照付；若为假金，一切按照云梦黑市的规矩来办。姑娘可想清楚了？放心，我可以先把钱付了。够爽快，与您佩服。姑娘，请吧。很快，秦婉嫣引燃画纸，整幅画渐渐烧成了一团火。秦婉嫣取来小镊子，亲自从灰烬里夹出一片烧黑了的薄铜片。雨孽姑娘，这下你服气了吧？还拿我去喂狗吗？这画确实是假画。姑娘，非常抱歉，这幅佛光普照确实为假画。雨孽代表云梦黑市向您道歉。道歉没用，马上公布卖家的姓名身份。雨孽姑娘别耽误了，赶紧公布卖家的身份吧。造假之人当人人诛之，绝不能轻饶。这幅假画的卖家
乃苍岩镇安将军府嫡子秦耀祖。话音方落，突然砰一声巨响，只见秦耀祖栽倒在台上，昏迷不醒。余孽姑娘，你没有看错吧？怎么会是镇安将军府的人？他家的大小姐可是公子秋的知己啊！委托书上写的清清楚楚，错不了。这幅画乃秦婉嫣委托他弟弟秦耀祖亲自送过来，委托云梦黑市竞拍的。就是秦耀祖错不了。余孽姑娘，此画最终拍价为250万。按云梦黑市的规矩，我能获得750万两的赔偿。我何时来取赔款？姑娘放心，这笔赔偿款云梦黑市会先行垫付，给您造成的困扰还望见谅。余孽再次代表云梦黑市同姑娘道歉。他扶了扶身，便令人去取钱。没一会儿，侍从就呈上来一大叠银票。姑娘，750万两，请点个数。云梦黑市的信用果然名不虚传。姐姐，你是想自己上秦家打假，还是等云梦黑市去讨债的时候再一块去？没兴趣。好呀，我明白了，你不是公子秋的画迷，你是倒卖他的画作的商人。我有事，先走一步。我送你。两人一走，木无伤一起身跟上。姑娘，你既是公子秋的画迷，可愿意跟我一道上秦家打假？我很愿意，但是不方便。不过我可以告诉你一件事。什么事？我听说那幅佛光普照图是秦婉嫣在秦家老夫人家宴上献给秦家老夫人的。好呀，原来真正造假的人是秦婉嫣，秦耀祖是偷画来卖的。你真聪明，一猜就对。他还说自己是公子秋的知己。哼，等着，我去把画迷都召集起来，上他家讨公道去。主子，雨孽姑娘带人来了，就在课堂，老爷让你马上过去。老太太走了。按您的吩咐，城门一开就哄出城去礼佛了，没那么容易回来。交代老钱的都妥了没？老钱昨夜就上天华物报请人了，妥妥的。秦婉嫣很满意，拎出来一幅画，用黑绸布包裹着，收好。奴婢明白，主子辛苦了。秦婉嫣并不着急，梳洗了一番，填了肚子，才往课堂走。要钱没有？要命一条，你拿走吧，别难为我姐姐。来人，大小姐为何还没过来？我在这儿。你这个不孝女，瞧瞧你干了好事，你把你弟弟害惨了，把秦家害惨了，你知不知道？是我拿刀架到他脖子上，逼他去偷画去卖画的吗？造假画，你还敢顶嘴？一码归一码，先说清楚，是我逼他的，还是他自己偷的？你送给老夫人的东西，便是秦家的，秦家的东西便都是你弟弟的。你拿画去卖，认真算起来也不算是偷。这件事，起因是你，最大的错也是你。看样子你已经有主意了，要把我交给雨孽姑娘。巧儿也是被这个不孝女给骗了，并非诚心造假，欺诈云梦黑市。老夫现在就将这个不孝女交给你，3日之后若无法筹集赔款，她便任由你们处置，你看如何？这样啊。大将军，不好了，外头来了一群人，说是公子秋的画迷，把咱大门口都堵死，嚷嚷着大少爷和大小姐拿假画骗人，要大少爷和大小姐出去道歉。公子秋的画迷遍布天下，可不好开罪，此事一旦传开，怕是整个东云大陆的人都会知道。瞧瞧你干的好事！来人，把他押出去。不等侍从上前，秦婉嫣就径自大步往外走。秦耀祖，秦婉嫣，你们出来道歉，出来道歉！秦婉嫣一走出来，他们就都停住了。你就是秦婉嫣？公子秋的画迷就这么多？
这只是城里的，还好些人正在赶来战斗的路上。我就问你，你是不是秦婉嫣？是。你还真敢承认？哼，我以为你都没脸出来了。也是，你这种弄虚作假、唯利是图的人，天生就没有脸，不害臊。你好好说清楚，我造了什么假？怎么造的？好，本姑娘就将事情一五一十。诸位画迷，稍安勿躁，稍安勿躁。卷儿和小女犯了大错，老夫先替她同大伙道个歉。你这个逆女，仿造公子囚金帛画，赠与祖母作为寿礼，你可知错？你先以假画做贺礼送给老夫人，骗取弟弟的信任，再哄骗弟弟盗画去黑市竞拍，试图蒙混过关牟利。婉嫣姐姐，没想到你竟是这种人。秦婉嫣，你给祖母送礼就是算计好的吧？就是想坑我吧？你的心怎么能这么黑？秦婉嫣，你辜负皇上的厚爱，视为不忠；辜负公子丘的友谊，视为不义；辜负祖母的疼爱，视为不孝；辜负弟弟的信任，视为不仁。我秦武堂没有你这种不仁不义、不忠不孝的女儿。雨孽姑娘，我秦家一向奉行一人做事一人当的家规，等着逆女同公子丘的画迷道了歉，你就把她带走吧，该怎么处置怎么处置。秦大将军确定能做主？本将军是他的父亲，自是可以。你不是我父亲。你说什么？你刚刚不是不认我了吗？你还敢强词夺理？就算他认我，他也做不了主。林婶，把东西拿出来。林婶快步走出来，双手抱着的东西正是秦婉嫣之前交给他的那幅画。本少爷倒要看看，你还想耍什么花招？话毕，他拦下林婶，揪住黑绸布，一把掀开。黑绸布落地，金芒射出。这不是佛光普照又是什么？这幅画不是昨夜就被当众烧毁了吗？怎么会在这里？秦大小姐，这到底怎么回事？天哪，这是真金箔！我敢肯定，这是真金箔！难不成，这才是真品？顾希儿，你怎么回事？昨晚上还口口声声说公子丘没有佛像金箔画，现在又说这是真品，这真真假假都是你们画迷说了算吗？我看你们都是一群伪画迷。苗郡主昨夜也去云梦黑市了？我是听人说的，我就想说，这画是真是假，不能凭空说，得认真鉴定。见画的人已经到了，苗郡主，你不必太着急。婉嫣姐姐，你是不是怪我乱说话了？我就是不想你再继续错下去，这样真的太丢人了。其实认个错没那么难的。你放心，是我犯的错我一定会认，不是我犯的错，谁污蔑我，我跟谁没完。玉公子，鉴定这画对你而言不难吧？天华物宝的二当家，天下第一鉴定师玉白凡。洛桑琉璃矿剔透无瑕为真品，京城古纸厚度恰好为真品，枫叶印章纹理层次为真品，金箔是真金，雕工绝对是公子丘的手笔。这果然是真的佛光普照。是的，但是若真要鉴定，还得从它真正的价值入手才有意义。玉公子既然都来了，就辛苦些，让某些人开开眼，也好叫他们心服口服。玉公子点了点头，竟亲自将画倒过来放置在画架上，而渐渐的金箔就出现绿芒了，越来越多。魔！我看到魔了，这是魔，不是佛。这是两幅画，正立为佛，倒立为魔。啊，不，你们看，这画框没有上下区分，没有所谓的正立和倒立，这是一念正，一念邪，一念佛，一念魔呀。这幅画不同于一般的竞拍品，
他是一位老主持，委托天华物宝售卖，不上竞拍场，只卖有缘人。前些日子有位贵客道出此画玄机，买下了此画，说是要赠与秦大小姐，故而竞拍书上写的是秦大小姐的名字。竞拍书乃本公子亲自所书。本小姐从未造假，更从未哄骗过秦耀祖。诸位不管是想要讨说法的，还是想要索赔的，该找谁找谁去，别拉我当冤大头。好呀，原来制假卖假的全都是秦耀祖。秦大将军，你一个当父亲的，不管教就算，还包庇他，污蔑女儿，你们的做法跟卖女儿替他还债有什么区别？你们真的太可恶了！老夫不对啊，天下怎会有这么偏心的父亲？公子秋的话价值不菲，莫非此事不是秦耀祖一人所为？秦大将军你也有份，你们为了钱财铤而走险，事情败露就嫁祸给女儿。婉言，为父刚刚派人去佛堂搜了好几回，真真没有找到这幅画，否则为父也不至于。这幅画是从哪儿找来的？当然是佛堂啦，一直就在佛堂里供着，一进门就能瞧见了。老夫亲自去找过的，没有，真的没有。你是不是很早就知道秦耀祖染上了毒瘾，欠了一屁股债？老夫也是今日才知晓，老夫真的去找画了。秦婉言，你这是在污蔑为父。余孽讨过不少债务，还是第一次撞见把戏唱得这么有趣的。秦大小姐，你放心，我云梦黑市从来都只认卖家。秦大少爷，你是现在就跟我走呢，还是我派人专程来接你？余孽姑娘，请稍等。想必玉公子亲自来，不只是为了见画的吧？除了见画，本公子也想瞧瞧，拿去云梦黑市的那份竞拍书是真品还是仿冒。见程苗苗已经逃到人群外要走了。程苗苗，你别走，这件事你也有份儿，你不许走。秦耀祖，你血口喷人，本郡主是什么人？怎么可能跟你同流合污？是你说你的好朋友有路子去云梦黑市插队竞拍。大胆秦耀祖，你可知污蔑本郡主是什么罪名？你再胡说八道，我就告到我父皇和皇上那儿去，让你们一家子都吃不了兜着走。上官灿找着人了吗？还没回，怕是来不及了。苗郡主，请留步。孤羽，属下见过苗郡主，在下奉九殿下之命，请苗郡主认一个画师。为什么？他怎么这么快就知道？他对他就这么上心吗？你好好瞧瞧，昨日花重金找你造假佛光普照的，是不是苗郡主？是他，就是他。苗郡主府的画钱全都在这儿了，草民是冤枉的，冤枉的。还有，程苗苗，你的朋友是什么人？余孽姑娘，你们云梦黑市还能走后门插队的？我云梦黑市可没有什么后门可以走，但有插队的规则。但凡通过评估价格不菲、有插队资格的物件，都随时能插队。好啊，程苗苗，你们把本少爷当猴耍呀！我也是被教唆的，是武娇娇教唆我的。武娇娇记恨秦婉嫣，她骗我帮她报仇。武娇娇被禁足，禁止探视。苗郡主私下去见她，这是把皇上的话当耳边风了吗？我没有，是武娇娇擅自离开提督府，是她抗旨了。苗郡主，不管武小姐是否有参与此事，你今日都必须去松仁院。平西王那边，九殿下已令人去禀了。来人，送苗郡主上车。马车离去，众人唏嘘。我云梦黑市只认卖家，苗郡主和武小姐由你追责，秦耀祖我带走。秦大少爷，请吧。余孽姑娘，你们千万别伤他呀！伤成这样，就不知道要先传大夫吗？
秦武堂，你还愣着做甚？来人，传大夫，传大夫！秦婉嫣蹙眉，想挣开手，奈何穆无伤握得更紧，牵着他往秦家大门走。放手！秦耀祖盗的那幅画并未被毁尽，不巧落到本王手里，所以你拿出来这幅真迹是怎么来的？果然无事献殷勤，非奸即盗。他正要解释，穆无伤却道：手，旧伤未愈，又添新伤。伤也瞧见了，证据也有了，你可以放手了吗？别动。他取出了一盒药膏，秦婉嫣回过神，要缩手。已经很轻了，忍着点，我先给你上药，待大夫来了再仔细瞧瞧。上过了药，穆无伤开始说正事。你就是公子秋本人吧？好端端的，为何突然封笔？与你无关。还是就为躲顾希儿？与他无关。然而穆无伤却没有再追究，从袖中取出一个锦盒放桌上。下一回小心点。他说罢转身就走。就这样。大小姐，奴婢有个秘密压在心底10多年了，若再不说出来，奴婢就算死也不安心不瞑目啊。说下去。大小姐，您不是夫人亲生的，是奴婢捡回来的。夫人当年生的是个男孩。原来秦府是有嫡长子的吗？是李氏买通你调换的婴孩？正是他。恰巧夫人临盆那时，奴婢去城隍庙上香，门口就撞见您，所以就把您抱回来了，调换了那生下来的男孩。有证据吗？知晓此事的除了奴婢和李氏，还有一个产婆，前2年去世了。大小姐不妨去问问李氏，她最清楚了。所以你是想说，你是受了李氏的指使，才调换了秦家的嫡子？奴婢当年也是被李氏所逼，才干了那丧尽天良的缺德事儿。当年襁褓里可有信物？10几年了，奴婢常日担惊受怕，东躲西藏，被吓得好些事都记不住了。这些年李氏给了你多少钱？这样吧，你稍等，本小姐让李氏过来算一算这10几年到底欠了你多少封口费，让他一并还你。秦大小姐，老身今日不是来对质的，是好心来还你生父生母留给你的东西。你若不想要，那老身就将那东西送老夫人和大将军那儿去，看他们知道了真相，还要不要你这个假嫡女。这样啊。林婶一把揪住他的衣领。你放开我！我告诉你们，我既敢找上门来，就不怕你们。先是天黑之前，我若没有走出秦家大门，定会有人将此事捅出来。你一个来路不明的人，就等着皇家退婚，老夫人把你赶走吧。原来你做了死的准备，很好，我现在就成全你。话音刚落，林婶就掐上魏妈的脖子。你有种就杀了我，你别后悔。既然不肯说，那就跟阎王爷去说。魏妈下意识张口，却发不出一点点的声音，真正的窒息感瞬间袭上来。魏妈终于意识到秦婉嫣没有跟她开玩笑，她是真的想杀她。我全都说。襁褓里只有一样东西，是一块玄铁，就埋在城隍庙后院那棵大榕树下。还有什么？一并交代了，否则……还有，李氏让奴婢把那个男孩丢江里，
奴婢下不了手，就把它卖给了江边的一户渔家。哪户人家？现在还在吗？就在密云江左岸柳树下，人家姓江，那孩子耳廓上有道殷红的胎痕，不难认的。后来奴婢偷偷去看了一回，那户人家已经搬走了，奴婢没再找了。这件事奴婢一直没敢告诉李氏。大小姐，这件事奴婢全都说了，没有任何隐瞒，求大小姐大人大量，饶了奴婢这一回吧。奴婢错了，奴婢知错了。我给你个机会，把秦家真正的嫡长子找回来，否则你的小命就没了。逆子，你这是想气死我吗？儿大错特错，不求母亲原谅，只求母亲救救耀祖。你让我怎么救啊？除了眼睁睁看着你变卖祖宗家业，我还能怎么办呢？母亲，变卖祖宗家业万万使不得，使不得呀！只要婉嫣肯去求九殿下，九殿下一定会出手相助的。孩儿没脸去求他，如今只能您。求我没用。他大步走进去，秦武达连忙起身。嫣儿，为父对。道歉也没用。丢了份折子在桌上。谈个买卖吧。秦婉嫣的折子是一份契约，契约里列出了秦家全部的家业，总共估价750万两。买家一栏赫然写着秦婉嫣3个大字。燕丫头，你这是什么意思呀？祖母，真相已大白，恶人已有人收，我不委屈。我是来谈买卖的，我会怎么做，就看我们怎么谈了。你来谈买卖的，卖自家家业，区750两，就要吞掉秦家所有的家产，你就不怕遭天打雷劈吗？你昧着良心说瞎话，当众往我身上泼脏水，你都不怕天打雷劈，我怕什么？我那是没有办法的办法，只能从大局出发。秦家就你弟弟这么一个儿子，还是秦家唯一的希望。这么说，哪天秦耀祖杀人放火，你也会惯着他？独子不是你包庇他的理由，更不是你泼脏我的理由。少拿独子2字来掩盖自己的无能和下作。你要怪，就怪你母亲没有给秦家生出儿子来。你受点委屈怎么了？吃点亏又怎么了？秦武达，你方才还同我认错，现在竟说出这种话来，你到底现在都还不知道你错在哪儿？今日这么大的事情，攸关燕丫头一辈子甚至性命，这事儿是吃点亏这么简单的吗？秦武达，我告诉你，我宁可秦家无后，也不愿养出你们这等不孝子孙，让秦家沦为苍野最大的笑话。老夫人说罢，突然口吐一口鲜血，眼前一黑，昏迷了过去。最后多说一句，瓜子9万9就能买特斯拉，买2手车，瓜子有保障。你还站在这里做什么？秦家所有的家产确实不止750万两，但是现在是什么情况？能不能卖出这个价钱，你心里应该有数。老夫现在不想跟你说这件事。秦耀祖在外欠了上万两的赌债，还背着一桩调戏良家妇女的案子，赔偿不到位，等着闹上门来吧。今日的事闹得满城皆知，所有人都知道你心急着要救儿子，一日都不想耽搁。若是别有用心的政客，必会加上苛刻条件；若是逐利而来的商人，必然会压价，绝对不可能痛痛快快地给你一大笔现金。750万两，外加摆平秦耀祖所有的麻烦，3年为限。3年内，你们若有本事，按市场价赎回秦家，我可以原原本本的还给你。当真？我还没说完呢。
赎回之前，贬李氏为妾，秦耀祖为庶。从此，秦家由我来当家做主，办不到就拉倒。好，只要你保密，3年为期，为父答应你。买卖契约一式2份。秦婉嫣收下契约，将从云梦黑市得来的银票丢在案几上。750万两分毫不差，其他事3日内办妥。库房的钥匙在你祖母手上，等她醒来，这件事你跟她……放心，我自会安抚好她。秦武达带着钱连夜去救儿子。主子，老钱出事了，他赌输了，对方要断他的双手。说清楚。就是前几日那个赌客，是个闭眼瞎，却场场都赢。老钱怀疑他出老千，就是抓不到证据。他赢了钱也不走，还过于激将老钱。老钱着了他的道，竟答应跟他赌最后一场。他若输，卖身白日梦10年；老钱若输，自断双手。糊涂！奴婢自知道老钱带头坏规矩，不可原谅。可求主子看在他这2年尽心尽力的份上，救他一回，奴婢愿意自断双手，替他受罚，以儆效尤。现在不是算内账的时候。备马！林沈大喜，连忙起身。秦婉嫣以最快的速度赶到白日梦。主子，属下坏了规矩，愿赌服输，但是属下肯定那个家伙一定出老千儿。主子，您亲自当荷官，属下愿意以双腿为筹码，跟他再赌一把，一定抓住他的把柄。闭嘴！好好看，想想你到底是怎么输的。秦婉嫣换上了白日梦荷官统一的装扮，走入白日梦最顶级的包厢——桃花厅。秦大小姐，本尊等你很久了，你亲自来，见本尊的旧账也能一并算了。旧账？你从白日梦赢走的那笔钱，本小姐认。至于尹娘一案，应该是你欠本小姐的账吧，萧大家主。看样子，尹娘泄了不少密呀。本尊很好奇，你们家老板娘怎么就把你放在白日梦，大材小用的？那笔金条，加上你5名下属，换钱掌柜一双手，如何？你也太会做买卖了吧！那笔金元宝本来就是本尊赢的，怎么区区一双手，白日梦就输不起了？这若传出去，有损你第一赌场的大名啊！附加了5条人命，你不亏。没用的东西就不值钱，要不这样，你帮本尊杀了他们，那笔金条就不必还了。那只能叠加筹码再赌一场。若我方赢了，钱掌柜输的一笔勾销；若我方输了，条件你再往上加，如何？你不先问问本尊会加什么筹码吗？本尊想加的筹码只有一样，而且没得商量。你说便是。你若输了，也不必将钱掌柜的手还给本尊了，就把你整个人给本尊。好，奉陪到底。爽快，本尊喜欢。那就开始吧。唉，你亲自当荷官，本尊会紧张啊，怎么办？难不成用你的人？本尊在这张赌桌泡了几日了，该玩的也都玩遍了，觉得这里很没意思，不如你陪本尊出去玩点有意思的。萧家主打算怎么赌？先换个好玩的地儿。赌什么？在意？去哪吗？咱们头头决定，免得到时候你输了，说本尊胜之不武。不至于，想去哪儿本小姐都随你。放心，
你没有胜之不武的机会。3日后此时，本尊在天水郡西门等你。萧无欢一走，林婶就紧张地问：主子，天水郡距离皇都虽远，赶路的话1日半也能到，萧无欢为何要定在3日后？3日后是什么日子？10月初7。嗨，我可爱的小燕儿，好好说话。1日不见如隔3秋，我们3日不见，我甚是想念，冥思苦想，必定要给你一个独特的爱称，方能表达我的心意。小燕儿，你觉得怎么样？不怎样。哦，原来你不喜欢。你要是不喜欢，我就多喊几遍小燕儿，小燕儿。想赌什么？现在可以说了吗？别急，本尊不是说了，先寻个有意思的地儿，再好好想想要赌什么。走吧，前面便是天水郡最热闹的街市了。今儿本尊做东，先给你洗洗尘。姐姐，姐姐，等一下，有人托我将这信和花送给你。秦婉嫣只接了信，打开一看，见信函里并没有署名，就写了一句话：往前走50步，右转。你还约了什么人？没有。看样子你被人跟踪了。秦婉嫣没回答，大步往前走。萧无欢跟了过去。秦婉嫣按信函上说的50步右转。很快又一个蹦蹦跳跳的小姑娘跑来，递上一封信，一只百合花，奶声奶气地说：姐姐，这是给你的。这一回叫她走30步左转。就这样，秦婉嫣收了10多封信，按照信函上的指示，来到一家名唤烟雨楼的酒楼门口。进去问问。秦婉嫣越发戒备，往楼上走去。然而一到2楼，只见2楼竟被布置成了一片花海，10几种鲜花5颜6色，花香无比浓郁，沁人心脾。不知道你到底喜欢什么花，所以每样都取了1朵。萧无欢愣了，秦婉嫣又接连打了3个喷嚏，她受不了了，连忙取出手帕捂住嘴鼻，转身就跑楼下。花粉过敏。然而他跑到大门的瞬间，却跟迎面而来的人撞了个满怀。那人岿然不动，秦婉嫣下意识抱住他的腰，只是看到他扬起来的脸就愣住了。你怎么会在这里？秦婉嫣想走，却已经来不及了。穆无伤的视线越过他，看向止步在楼梯上手捧鲜花的萧无欢。你同他在一起？不是你想的那样。我想的是怎样？小燕儿，你过来。你不喜欢花，咱们换个地儿继续玩。小燕儿，花，继续玩。穆无伤拽住秦婉嫣的手，眸中的怒火仿佛能将她瞬间淹没。我跟他不是一路的，不过是同他有私人恩怨，与你无关，放手。听见了没？穆无伤，他说了，跟你无关，叫你放手。你是本王的未婚妻，你与任何人的恩怨都与本王有关。小燕儿，你我什么关系？就这点小矛盾，若还是要惊扰九殿下，那还不如不玩了，该怎么着就怎么着。穆伤，你不信我？本王现在只想知道，你为什么会跟他在这里？秦婉嫣无奈，只能把自己和白日梦的事告诉了穆无伤，只是隐去了自己的东云商会创始人的身份。事情大致如此，信不信由你。原来你是东云商会的人。说到底，萧无欢是冲着你来的。我和白日梦都是池鱼被殃及。你们赌注的筹码是什么？小燕儿，你想清楚了没有？急什么？待他与你赌完，本王定陪你好好玩。是吗？
那就先请九殿下一边凉快去。古语，传令天水郡郡守封城，以免有人玩不起，放本王鸽子。小燕儿，3局2胜。第一局，本尊要赌一个人。什么人？怎么赌？琴仙苏老先生。你说的是第一琴仙苏寒山？正是。苏老先生就在这天水郡中，子时之前，你若是请得动他出山，为本尊弹奏一曲，就算你赢。这也叫赌？说好了，赌什么由本尊定。小燕儿，不会忘记了吧？苏寒山住在城西裴一巷，去吧。此时，本尊等你的好消息。你可以放手了吗？你追加的筹码是什么？筹码是他要不走的。放手。木无伤仍旧不放。时间有限，放手。木无伤虽不情愿，却还是放了手。秦婉嫣转身就走，月影疏离，天凉如水。此时距离子夜还不到3个时辰。他走了很远，确定木无伤和萧无欢没有跟上来，便拐入小巷子，进了一家温鼎店。妍姐，你是有多想不开，才一个人来吃温鼎啊？这也太孤单了吧！哎，这么多菜啊，把九殿下和萧无欢那厮找来围一圈也够吃啊！回头我得告诉我哥一声，送花不能只送一朵，也不能送的太多。他起身抱了琴就走。半个时辰后，一顶轿子被抬入灯火稀疏的裴一巷。你是谁？你来找谁？老身姓穆，名云。穆云，天下第一神医，活死人肉白骨的神医穆云，先生的大恩人。穆云大夫，您先坐，先喝杯茶，我家先生马上就过来。穆云刚喝完一杯茶，苏老先生就赶到了。穆云大夫，可别来无恙啊！苏先生不必多礼，老先生可也别来无恙。哈哈，一切安好，多亏了您，否则我这日子就连最后一点意思都没有喽。您怎么找到这里来了？这么晚了，莫不是有急事？苏老先生，我只是上门来讨诊金来了。哈哈哈哈！1年多了，是该来讨了，是该来讨了。苏老先生走上前，看着古琴，半晌才伸出手。是把好琴。暮云大夫且稍等，待老夫沐浴焚香，再来将这酬金付清。老先生且慢。暮云起身，在苏老先生耳畔低语了一番。那丫头莫非是暮云大夫的弟子？今夜子时烟雨楼，还有请老先生辛苦一趟。哎呀，应该的，应该的。暮云离开后，苏老先生百思不得其解。这暮云从不收徒，独来独往，怎么会为了一个小丫头亲自上门讨诊金？这丫头怕是不简单了。小燕儿，子时还没到呢，咱们提前回来了。哼哼，你这么着急的跟本尊认输啊？时间还没到，你急什么？没关系，有些人很值得等待。九殿下，你说是吗？古侍卫，劳烦带几个人收拾一下，免得苏老先生来了，连个坐的地儿都没有。小燕这是打算耍什么把戏呢？苏老先生的名曲很多，你想听哪一曲？趁着他还没来，好好想想吧。这样啊，那你替本尊选一曲，本尊等着洗耳恭听。好。这话刚说完，几名仆从拿着东西从门外鱼贯而入。秦婉嫣怎么办到的？老东西，本尊一再邀请你都不出山，今夜
真真是好兴致啊！他许你什么了？哈哈，秦大小姐，老夫没有迟到吧？不，先生还是来早了。麻烦先生破例，惭愧。哎呀，不，能为秦大小姐破这个例，乃老夫三生有幸啊！萧无欢越听越恼，突然扬鞭甩向古琴，几乎是同时，木无伤人随剑来，长剑缠住金边，挥向萧无欢。我不服输，你试试看。你哪只眼睛瞧见本尊不服输了？本尊不过是对这个老东西的琴没有兴致。是吗？那就请萧大家主先一旁凉快去。秦婉嫣这个丫头，果然是与众不同啊！能邀得苏老先生，那我等三生有幸。不知可否请老先生弹奏一曲《清梦引》？时过子夜，万籁无声，悠扬的琴音流溢出酒楼，恰遇乘风而去，去安抚一城孤枕无眠的人。许久，曲终。小燕儿，第二局，本尊还是同你赌人。什么人？怎么赌？天水郡有一牙行，专营奴隶买卖。今夜会有一场格斗赛，击败所有人的强者，便有资格被竞价买走。你我便赌一赌，今夜谁是强者？好。1刻钟后，牙行见。他转身就走。送走苏老先生，秦婉嫣也出门。然而一到门口，木无伤就脱下披风递到他面前。披上。不必，多谢。他继续往前走，木无伤再次追上，却直接从背后替他披上披风。他替他系好披风的带子，似乎想说什么，只是最后一言不发。他放开他，径自大步往前走。很快，他们就抵达天水郡的牙行。燕姐，不瞒着您说，他们俩还在打呢。燕姐，要不要我去助九殿下一臂之力，逮住那只狐狸，看他还敢嚣张，欺负钱叔！哼！木无伤紧追萧无欢不放，最终将萧无欢困在烟雨楼中。两人这一架打得足够狠，皆是一身内外伤。萧家的私生子，杀了你，谁会先来找本王报仇？本尊也很想知道啊，不如你试试看。九哥，剑下留人。这么巧，皇叔也在天水郡。萧大家主乃皇上的贵客，本王奉皇上的密令来邀他入宫，已经在天水郡等他3日了。贵客？难不成萧无欢在来天水郡之前，早跟皇上接触过了？他给皇上开了什么条件，会让皇上愿意不计前嫌？皇上可比九殿下更清楚，萧无欢真正的目标是苍岩的宝饰啊！九哥，你父皇交代了，此事你不必再管了。圣王殿下，这就是你们苍岩皇族的待客之道吗？萧大家主，武皇已经等你很久了，请吧。九殿下，后会有期。他的话还未说完，木无伤握剑的手便狠狠击出，强大的威压瞬间将萧无欢震飞了出去。九哥，本王只是同他处理了些私人恩怨，父皇若怪罪，待本王回城再去请罪。他说罢转身就走。萧大家主，既是私人恩怨，本王也不好插手，咱们走吧。转告康治皇帝，3日后，皇都天玉楼，本尊等他。上官灿，属下在。九殿下何时来的？怎么不报？是小的不周，小的在楼下雅座备了一桌酒菜，还请九殿下移步。九殿下，有什么事先用膳再谈吧。你进来。燕姐，我盯他一下午了，这家伙很不对劲。秦婉嫣给了上官灿一个放心的眼神，便大步跟了进去。然而一进屋，
穆无伤正在脱衣服。你做什么？你觉得本王想做什么？伤他，趴好。穆无伤照做。秦婉嫣认真瞧了眼伤口，也没询问。她取出一颗药种子，在热水里泡开成药汤，用药汤替他清洗伤口后，开始上药。疼？难不成他跟我一样怕痒？秦婉嫣正想试试他，上一回意外相拥的那一幕却不自觉浮现出脑海。好了，秦婉嫣这才继续3下5除2，非常简单粗暴地服好药，包扎一下就好了。穆无伤坐起来，斩首。秦婉嫣俯身替他缠绕绷带。你的赌注是什么？什么？你跟萧无欢追加的赌注是什么？没什么。没什么是什么？我赢了，赌注是什么已经不重要。他连忙将绷带打好结，退开。穆无伤却突然揽住了他的腰肢，将他整个人都捞了过去。你追加的赌注是什么？我追加的赌注就是我自己。你有话好好说，先放手。他的赌注就是他自己，他若输了，他整个人便是本尊的。他怒目瞪着秦婉嫣，凶得好似要吃掉他。秦婉嫣一贯的强势气场瞬间就被压没了，心慌了。这件事我确实有天考虑，但是我赢了，就过了吧。你是本王的未婚妻，没有本王的准许，谁准你拿自己当赌注的？寿妃九殿下执意订婚，今日能丢这个脸？本小姐把丑话说在前头，我自由惯了，记性又不好，这一次是拿自己当赌注，下一次保不准是见了俊俏男人就顺手牵回家。九殿下如果不想再受气，最好现在就解除婚约。好痛！话刚说完，他只觉得腰上骤紧，整个腰似乎都被掐断了。秦婉嫣，你罪不可赦，本王要治你的罪。那九殿下打算治我什么罪呢？说好的本小姐当你九王府的私家大夫，你不再找本小姐麻烦。怎么，上一回的试探还不够吗？这一回耍的是小题大做，兴师问罪的威胁把戏。人与人之间的信任呢？穆无伤，我最后说一次，我同萧无欢不是一路人，白日梦也只是个赌场，在苍岩皇都不干别的，信不信由你。还有，你到底想干什么？你不必做戏，也不必给我安加罪名，直说就是。秦婉嫣起身远离他坐下，然而穆无伤却什么都没有问，他径自穿好衣裳，竟一言不发往外走。什么意思？他渐渐地拢起了眉头，眼看着穆无伤就要出门，他突然出声：穆无伤，你站住！他大步走到他跟前来，揽住他的腰肢，将他拉近。除了本王死，否则你这辈子都休想解除婚约。记性不好就多记几遍，再犯错后果自负。说罢，他头也不回地走了。嫣姐，你太厉害了，居然敢威胁九殿下要给他戴绿帽子，你怎么想出来的？他会过来，萧无欢应该是落网了，准备回去吧。上官灿大喜，去准备。滚出去！尊上，你不提奴婢的情，又如何能入眠？萧无欢仿佛没有听到一样，一点反应也没有。侍女犹豫了一番，竟然起身褪去衣裳，一步一步走了过去。尊上，奴婢的情不能助你入眠，或许奴婢的人可以。说罢，他便用力地拥住他。就这一瞬间，萧无欢身上骤然爆发出可怕的威压，硬生生地将侍女震飞了出去。暗处，楚三条走了出来，脱下外衣裹上尸体。早跟你说过，他不碰女人，你就是不信呀。过了一会儿，侍从端上来热腾腾的药，楚三条接过，小心翼翼送入暖阁。
许久许久，寂静的暖阁里，萧无欢终于又睁开了眼睛。他端起夜眼，一口喝光。他起身来，捂住负伤的肩胛，一步一步走到榻边，很快就一头栽了下去。秦大小姐，您还记得老奴吗？记得。什么事？说吧。数名小厮就抬着几个大箱子进来，只见里头全部是衣裳。这是九殿下交代的。九殿下说了，秦大小姐乃九王府准王妃，一言一行穿戴搭配都是九王府的颜面。九殿下怕秦大小姐不熟悉皇家的衣着礼数，特令奴婢送些过来。怎么来的怎么回去。来人，送客。哎，秦大小姐，您留步啊！您不收下，老奴回去了没法交代呀。孙嬷嬷，您别着急呀。老奴今日是回不去了。这些东西就算我家小姐收了，回头也是丢了的。您先回去吧，我来处理。那放这儿了，就算你家小姐收了。你家九殿下是不是丢了件狐裘披风？哎，正是。莫非那披风在秦大小姐这儿？除了在这儿，还能在哪儿？走，我送您出去。这件事您就放心。救命！主子，气快没了。秦婉嫣看着伤口，有些犹豫，却还是取出了3枚药藤种子。3条细细的妖红药藤就从他手心处窜出来，犹如藤蔓一般，急速攀爬上魏妈的身体。主子，您这样不行。快去看看上官灿，魏妈会被人伤成这样，上官灿呢？林神也急了，转身就走。秦婉嫣费了极大的力气，总算是将魏妈的命暂时保住了。林神很快就带着负伤昏迷的上官灿回来。主子，快，灿哥负伤了。奴婢赶过去的时候，他刚好昏迷，早不见凶手了。这也没伤到要害，难不成是有内伤？主子，你猜上官灿为何会失手？唉，因为顾希儿。怎么回事？那小妮子一直没走，一直想翻墙进来，跟灿哥都猫捉老鼠好些日子了。我也没听灿哥提过，刚刚一问才知道，那小妮子今天居然雇了5个人伪装成她，分头翻墙。灿哥就是在逮她的时候，被那凶手暗算的。看样子，凶手利用她引开上官灿好几回了，不是第一次进秦家。顾希儿会不会是？秦婉嫣摇了摇头，很肯定顾希儿跟这件事没关系。他替上官灿处理好伤，又把了脉，便盯着上官灿看。主子，怎么回事？是洛桑血毒，他中毒了。主子，您的手。洛桑南部距离苍岩皇都近1000里，就算用火舞送毒人血，也不可能3日内送达。这可怎么办？主子，您刚刚没瞧出这毒吗？放心，凶手要魏妈必死无疑，我就一定要他死而复生。主子，可是有怀疑的人啊。除了我和李氏，还会有谁想灭魏妈的口？此事太矛盾了，凶手是冲着咱们来的，可是若想拿此事做文章，魏妈是人证，不该灭口啊。除非他们有别的人证。不必瞎猜，将计就计，等着凶手自己上门来。主子的意思是寻去尸体，伪装成魏妈，寻几个靠谱的人送出去。奴婢明白了。看好上官灿和魏妈，你记住，3日之内，不管是什么人找上门，都务必拖住，等我回来。林婶更认真的点了头。秦婉嫣走到院子里，只见顾希儿哭得跟个泪人似的。顾姑娘，我
我是不是害死那个侍卫了？他冷不丁一掌劈过去，直接把人给劈晕了。来人，把这小妮子绑了，送回顾家去。听说你跟萧无欢有私人过节。小事，不足挂齿。不足挂齿，还需你亲自出面远赴天水郡。毕竟是儿臣的女人，小事也得管。百草山萧氏有一女，名雪初，性格温顺，貌若天仙。要不立2个正妃？九哥，你怎么看？儿臣同萧氏有私人恩怨，不宜联姻，请父皇三思。不是处理了吗？处理了，也还是过节。九哥，这是在拒绝朕的意思。请父皇三思。圣王，此事该是你好好三思。退下吧。儿臣告退。儿臣一定会三思。木无伤袖中拳头早已攥得紧紧的，他转身离开。朕给你3日，左拥右抱，你若不要，就休怪朕不念父子之情。木无伤出宫后并没有直接回九王府，而是绕道去了秦家。木无伤敲开了碧云阁的门。九殿下。你家大小姐呢？大小姐睡了，这么晚啊，九殿下怎么还……他没说话，大步走过去。九殿下，我家大小姐真的睡了，您若有什么事交代奴婢，明儿大小姐一醒，奴婢就禀告。九殿下，您千万别上去，大小姐她什么？哎呀，她今日来鬼水了，您都不知道，她每次来鬼水都十分疲惫，这好不容易才忙完能睡下。九殿下说执意要见，也不可贸然上楼，毕竟我家小姐还未过门，请九殿下稍坐片刻，奴婢这就去把小姐唤醒，让小姐下楼来拜见。好好伺候着。说罢，他转身就走。林婶一路送出去，确定木伤离开了，他才松了一口气。哎呀，以后都用这招了，管用。九殿下，您去哪儿了？属下找您1晚上了，出大事了。什么事？探子来报，皇上打算同萧氏联盟，封锁洛桑国。萧无欢就只提了一个条件，要萧家之女萧雪初嫁入九王府。有传言，皇上今早就秘密派出接亲队伍，3日之内便要将萧雪初送到九王府。女子鬼水是一疲惫，可有偏方可治？宫里最不缺的就是这种方子，不知是……有方子的抄一份，送去秦家。是，奴婢这就吩咐下去。孙嬷嬷退下了。九殿下，皇上这一回连个招呼都不同您打，3日之后，花轿和赐婚的圣旨怕是要一起送到九王府大门口了，不得不防啊！封锁区洛桑小国，算什么大买卖？父皇见识少，你也跟着大惊小怪作甚？是，属下这就送走。不一会儿，孙嬷嬷端来了汤盅。九殿下，奴婢派人去太医院了，明儿一早就事儿办妥。你晚上还未用膳吧？那几个锁匠有眉目了吗？还在琢磨，有进展，奴婢定第一时间来禀。听秦家林婶说，殿下送的衣裳大多合身，秦大小姐还是蛮喜欢的。怎么回事啊？听说是找孩子找到咱们家了，荒谬得很。秦老夫人，我们失散已久的女儿就在秦家，求求你让我们见一见她吧。只要老夫人答应让我们见着女儿，答应让我们认她，我别说。你女儿到底是谁？什么都不说清楚，便要我答应你，没这个道理。这件事可都是你们家李夫人做的，老夫人若真不知，还有劳将李夫人请出来同我们对质。
来人，把李氏叫出来。很快李氏就到了。李夫人，你到底什么时候才肯让我们见女儿啊？你答应我们要安排女儿同我们相认的，你不能说话不算话。我不认识你们，你们胡说八道些什么？来人，把他们给我轰走。你不认识我们？哼，那有一人你可认识？语罢，人群里走出一个老头，50出头的年纪，一身粗布麻衣，满脸皱纹。黄渤，这是10多年前秦家的车夫。老夫人，老奴对不起秦家，对不起您呐。夫人当年生下的并非女儿，而是个儿子呀。是李氏这个蛇蝎心肠的女人，她抱走了夫人的儿子，买了一个女婴来顶替。老夫人，如今的大小姐并非夫人亲生的，而是李氏买来的，就是这对夫妇失散多年的女儿。这时候秦大将军刚好下朝赶回来，他着急翻身下马，箭步上前。这不是真的，你告诉本将军，这不是真的。李氏别过头看向别处，不回答。你这个贱人，本将军要杀了你！父亲，息怒啊！秦武达，你杀呀！你有本事把儿子也一并杀了！你，秦武达，兰氏那个贱人的儿子早就死了，不是我杀的，是魏妈丢江里的。魏妈，你记得吗？魏妈是原配兰氏的陪嫁老妈子，是兰氏最信任的人。是，你们的女儿秦婉嫣是我让魏妈抱回来的，可是我早就跟你们说过了，她不认你们，你们何必来丢人现眼呢？秦婉嫣是谁？你们也不去打听打听。她如今可是九殿下的准王妃公子秋的知己好友，连皇上都对她刮目相看。你们算什么东西，也配来认女儿？不会的，不会的，她一定会认我们的。我们好不容易才找到魏妈，让魏妈告诉她所有真相，魏妈都说了，她一定会认我们的。是吗？那你们把魏妈找出来呀！谁要见魏妈？秦婉嫣一步一步走来。你们想找魏妈？你就是我们的女儿啊！女儿，娘亲对不？先别急着哭，万一认错了，就太浪费眼泪了。秦婉嫣，你以为把魏妈藏起来了就能万事大吉了吗？你瞧瞧他们的本事多大，能把王伯给找出来，这都找上门来了，你还不认他们？李氏，你哪只眼睛看到我藏魏妈了？前阵子魏妈明明找上你了，你还带魏妈来跟我求证，你让我放心，说一定会管好魏妈的嘴。哼，如今出了事，你想撇得一干二净，翻脸不认吗？秦婉嫣，你若听我一句劝，私下同你生父生母相认，也就不会有今日。偏偏你心高气傲，不听劝。我告诉你，这件事既然被捅出来了，我就绝不会让你独善其身的。把魏妈交出来！如果我不交出来呢？就在这时候，一群官兵突然赶来。让开，让开，快让开！一顶轿子远远而来，在大门口停下。轿子里走下一位妇人。平西王妃驾到，还不速速行礼？众人这才明白过来，纷纷下跪行礼。原来幕后正主是程苗苗的母妃。你可是秦婉嫣？正是。你可知道本王妃今日为何而来？你直说便是。放肆！怎么跟平西王妃说话的？见过主人，求主人大发慈悲，放过我们的女儿。主人，此事我们夫妻保证一定处理妥当，求求您大人大量，别跟小丫头计较。没想到平西王妃如此平易近人，体贴入微啊，连奴隶的事都不远千里亲自赶来。奴隶之女，便是我平西王府的贱奴，本王妃自然要管，免得流浪在外没人管教。
到处勾引男人，丢尽我平西王府的脸，你觉得呢？此事还牵扯上了一条命案，本王妃管定了。来人，把尸体抬上来。很快，官兵就抬来了一具尸体。老夫人，秦大将军，此人你们可认得？这是魏妈，错不了，这明显是中毒了。她明明在秦婉嫣手上，怎么会这样？秦婉嫣，怪不得了，怪不得你不交出人来，原来你杀人灭口了。不认生父生母还杀人灭口，简直罪不可赦。说，是什么人毒杀魏妈？又令人送出城去埋葬的？岂料两小厮迟迟都不出声。这两小厮不是都说好要招供的吗？看样子你们的证人还没有想清楚该怎么作证，不如让本小姐的证人来告诉大家真相吧。去，把魏妈请出来。秦婉嫣，你在说什么笑话呢？秦婉嫣令人找来一根火把，才道：确实是个笑话。他拿着火把靠近尸体，不一会儿，那发黑的脸就变了。看清楚了吗？我要说的就是这个笑话。怎么会这样？魏妈不是死了吗？平西王妃，你在哪儿见着草民死了？草民这不好端端的吗？奴婢魏翠花参见平西王妃，奴婢没有死，王妃娘娘莫要污蔑我们家大小姐。看样子平西王妃已经瞧清楚了。魏妈，你到陈大人面前去，也让他好好瞧瞧。魏妈照做。陈大人，你看清楚了没有？本小姐可有杀人灭口？没有。你们上哪儿找的这具尸体？为何要伪装成魏妈的模样，嫁祸本小姐？是什么人指使你们的？大小姐饶命啊！是李氏逼我们这么做的。是李氏说有一位身份尊贵的人跟大小姐有仇，大小姐害了她女儿身败名裂，还挨了板子，嫁不出去，她绝不会放过大小姐的。那位主子身份尊贵，我等万万不敢道出他的身份，大小姐饶命啊！放肆！无凭无据的，你们竟敢污蔑本王妃！来人，给本王妃拉下去砍了！平西王妃，本小姐何时害你女儿身败名裂了？难不成宗人院的判决，你和你女儿都不服气？你女儿真嫁不出去了？哼，自作孽，怪谁啊？他们说的不是本王妃，不是。本小姐心中有数了。魏妈既然没死，那就把当年的事情给本王妃交代清楚。魏妈，你说秦婉嫣是不是你抱回来的？女儿，是爹娘对不起你，爹娘也是迫不得已才把你丢下的。你不原谅我们，我们也不强求你，可是你不能不认我们呀。魏妈，你快告诉他真相啊！老奴不认得你们二人，大小姐乃秦家亲生的女儿，不是你们的女儿。魏妈，你怎么能这样睁大眼睛说瞎话？王伯可以作证，李夫人也可以作证，秦家大小姐就是你当年抱回秦家的，你可怜可怜我们，说真话吧。一派胡言！你们要我说真话，那我就告诉你们，兰氏当年生的是一对双胞胎，当年难产，兰氏意识模糊，产后就陷入昏迷。李氏那个杜父趁着老夫人和大将军都不在府上，逼迫老奴欺骗兰氏，将大少爷抱走。老奴犹豫再三，进进出出，终究还是对不起兰氏。王伯，你在何时何地瞧见老奴抱回孩子的？你可想清楚了？老奴是抱孩子回来，还是抱孩子出去？王伯，你想清楚了吗？
奴才记不清楚了，奴才只在院子里看到魏妈抱着孩子，到底是出还是回，奴才真记不清楚了。你们二人怎么回事？是不是你们的女儿？难不成你们二人认不出来吗？还得别人帮你们认？认得出，奴婢认得出来，秦大小姐就是我们的女儿。女儿啊，你左手臂上有一红痣，是生来便有的，娘亲一定不会记错的。李氏，你说此事是不是真的？魏妈说谎，秦婉嫣就是抱回来的，这等私密之事，这位夫人都知晓，定是错不了。秦婉嫣手臂上有没有红痣，老夫人最清楚。老夫人，你说话呀。哪知秦婉嫣却非常干脆地撸起袖口，露出半截玉臂，冰肌雪肤，干干净净，根本没有红痣。怎么会这样？不可能，这绝对不可能。母亲，你知道的，这件事你也知道的呀，你说话呀。我母亲，你说呀。他不是秦家的血脉，他身上流着的是被陷奴婢的血，他不配当秦家的女儿。你说呀，你说。你害死我的孙儿，你还想害我的孙女，你这个恶毒的女人，我秦家待你不薄，来世更不曾对不起你，你为什么要这么做？严丫头不曾有过红痣，你说谎！你这个歹毒的女子，你还我孙儿！你还我孙儿！说谎的是你，老东西，说谎的是你！这一掌是替祖母打你，这一掌是替我母亲蓝氏还给你的。我打从出生起手上就没有红痣，你给我瞧清楚，今日我就替我娘有仇报仇，有冤报冤，清理秦家门户。严丫头，李氏任你处置，你别为难耀族，秦家就剩下他这么个儿子了。哼，够了，有大将军这句话就足够了。秦婉嫣，我斗不过，但是我也没有输。我没有输给你娘，更没有输给你。要杀要剐，随便你。当年你令魏妈将那个孩子丢在了江中，对吗？是我让魏妈送走丢江里的，她早就死了。哎呀，那个孩子生得极好，白白胖胖，不哭不闹，耳廓有一处红色印记，对吗？是，你说的都对，是我指使魏妈干的，你不必再问了。浮云也在，想处置随便你们。哼，我有罪，这两个勒索的老东西也休想逃脱，尤其是魏妈这个老贱婢，勒索了我多年。哼，亲手杀人的不是我，是他。我没有杀人。李氏，你对来世恩将仇报，我可不像你这等蛇蝎心肠。我没有丢掉那孩子，我把那孩子交给了江边一户余家，那孩子还活着呢。你胡说八道什么？你骗我！那孩子还活着，大小姐早就已经在找人了。你骗我！不可能，这绝不可能！你说谎，你一直在说谎，我不会相信你的。魏妈，你说的是真的，你没有说谎，对不对？魏妈，那孩子当真还活着？他没有说谎，人我已经找到了。什么？来人，把秦家真正的嫡亲大少爷带出来。很快5号被上官灿亲自搀扶着，一步一步走了出来。姐，秦婉嫣手指划过他的耳廓，认真瞧了瞧，
回头对李氏道：“这就是红色胎记，你过来，好好瞧瞧。”他们看着5号，竟都不敢说出一句话，更不敢往前一步去相认。先回去吧，在碧云阁等我。他叫什么名字？急什么？这烂摊子还没收拾完呢。陈大人，假冒魏妈失手一案得查，李氏意图谋杀秦氏嫡子一案，也得一并审查个清楚明白吧？那是自然。本人把当事人全押回府衙。大将军，派劳烦带上令堂，随下官走一趟。老夫人朝秦婉嫣看来，大将军竟也是第一时间朝秦婉嫣投来询问的目光。秦婉嫣点头，他们才放心同府尹离去。秦婉嫣瞥了一眼伤跪在地上的夫妻，很快就一步一步朝平西王妃走过去。秦婉嫣，你想干什么？秦婉嫣将锦盒打开，只见锦盒里有2样东西，一样是金丝楠木念珠，一样是装琉璃瓶里的滨海黑杞干果。你哪来的这些东西？令千金缠着秦耀祖，不请自来参加我秦家家宴。这滨海黑杞是他赠予老夫人的寿礼，这金丝楠木念珠是他替平西王爷赠予老夫人的。这怎么可能？可是这东西确实是平西王府的。这2份礼物还请平西王妃带回去，归还苗郡主和平西王爷。平西王妃体恤奴隶，心地慈悲，为奴隶寻女，是好事。但若能先将女儿教好，告诉她何谓诚实，何谓言行一致，何谓表里如一，光明磊落，那更是造福苍颜的大好事。秦婉嫣，当然，平西王妃自己若是能修身养性，明事理辨是非，那是最好的，至少日后能免去不少像今日这种的不愉快。将手上的锦盒直接丢过去，转身就走。平西王妃接住锦盒，气得浑身发抖。就在这个时候，远处传来了一阵喜庆的礼乐声，敲锣打鼓，还有炮竹。众人纷纷回头看去，秦婉嫣只觉得这礼乐十分熟悉，她也止步回头看。只见远处一片喜庆的红，那是一队规格极高的皇家迎亲队伍。这是九殿下迎亲的仪仗，九殿下把百草山的萧四小姐接回来了，费尽力气守住你嫡亲大小姐的身份有何用？水军大将军的嫡女算什么东西？在我皇族眼中一样是狗奴才。你真以为九殿下与你订婚，你就能攀上九王妃的位置吗？痴心妄想！好好等着看着，本王妃今日要你输得明明白白，心服口服。你说新娘子是百草山萧氏的女儿？百草山的第一美女，萧氏四小姐。这真是个好消息。本小姐一直愁着没有机会同穆无伤退婚呢，这么好的机会，平西王妃应该早点告诉本小姐才是。秦婉嫣没再搭理他，转身疾步走下阶梯，追上迎亲队伍。平西王妃只当他装不下去了，连忙跟上去。终于，迎亲队伍在九王府大门口停了下来，秦婉嫣也止步了。可是等了好一会儿，九王府的大门依旧紧闭，似乎永远都不会开启。又过了好一会儿，数名禁军护送一个太监赶到，只见那太监双手捧着一卷圣旨，疾步穿过人群，在九王府大门前止步。圣旨到，请九殿下出门接旨。可九王府的门却还是闭着，门内更无一人回答。圣旨到，请九殿下出门接旨。去敲门，快去帮忙敲门。这时候秦婉嫣突然大步走了过去，越过花轿直上台阶。她用力一下一下的敲门。
就在这强劲的敲门声中，一个冰冷的声音传了过来：“秦婉嫣，你来找本王做甚？”只见穆无伤正穿过人群，越过花轿，迎面朝他走过来。在一片喜庆的红色里，一袭冷月白的衣衫显得那么格格不入，一张清晨俊美的脸显得那么孤冷疏离，仿若这声势浩大的迎亲队同他一点关系都没有，他的眼睛里只有他。你来找我做什么？九殿下，皇上有旨，请速速接旨。回答本王。看看热闹，没什么。听说你追着迎亲队来的？我没有，路就只有一条。你这么声势浩大的迎亲队伍把整条道都给占了，我不走队伍后头，走哪儿啊？这不是本王的接亲队伍，那你来做什么？我刚才不是说了吗？我来看热闹。你想看什么热闹？九殿下，皇上有旨，请接旨。你好大的胆子，竟敢假传圣旨！来人，把这个胆大妄为的刁奴拉去砍了。花轿里的萧雪初猛地扯下盖头，花容失色。穆无伤却面不改色，拉起秦婉嫣的手，亲自替她放下高高卷起的袖口。卷袖露臂，成何体统？本王在天水郡说的话，你全当耳边风了吗？听清楚，今日本王正式给你立个规矩：衣着装束、言行举止，皆不可随性妄为。若再犯，不管你愿不愿意，本王都会驱你进门，让你好好学一学当九王妃的礼数。竟然是九殿下追着这个女人的，而这个女人居然还不想嫁。穆少，你……他下意识摇头，欲言又止，似乎不知道该怎么说。他又想走，穆无伤再次拦下他。既然来了，随本王进宫一趟。我不去。你不是想看热闹吗？本王让你好好看个够。我不想看了，你的热闹跟我没关系，我说不看就不看。穆无伤也有些恼了，二话不说，直接将人拦腰扛了起来。国语牵马过来，他将秦婉嫣抱到马背上去，自己随即上马。秦婉嫣被他一把揽在怀里，根本没有挣扎的余地。穆少，你是不是喜欢上本小姐了？再给你立一个规矩，从今往后，夫唱妇随，配合点。语罢，他拉着秦婉嫣的手，扬鞭纵马而去。小燕儿，敢不敢再赌一场？不许。这么明显还用赌？本王赢定了。九殿下，皇上有请。萧大家主，稍安勿躁，稍安勿躁啊！皇上令人备了茶，请您到偏殿稍等。本尊不喜欢等，告诉康治皇帝，他最好别后悔。语罢，他拂袖转身，大步离去。你如何肯定本王一定会赢？皇上想出兵洛桑国已久，奈何一直隔着百草山脉。萧世界的道，必是兵道。只是洛桑国山多路险，多毒虫，苍岩若没有充足的准备，万万不敢冒险。所以他先前怕是许诺了皇上，协助苍岩封锁洛桑国。洛桑国三面环海，北疆全线同百草山接壤，一旦百草山封锁边界，洛桑国便犹如孤岛。穷山恶水之地，多半的物资来自他国。先封锁个1-2年，待其内耗，苍岩再出兵，自可胜券在握。穆无伤很满意。除此之外，他必以铁矿为饵，给苍岩让了不少的利。当然，铁矿这一筹码既可以是让利，也可以是威胁。那本王的胜算在何处？你必有更快的法子出兵洛桑。再者，你必有其他路子化解铁矿危机。你就这么相信
本王一定会有。你若没有十足的把握，岂会抗旨将萧雪初拒之门外？虽这桩婚事是出自萧无欢之手，但萧雪初倒是一颗可以用来反将一军萧无欢的棋子。萧无欢对百草山的掌控，至今还得依赖萧雪初的母亲。然而穆无伤不说话了，突然又牵起他的手。这家伙能不能好好说话？我还没说完呢。本王不想听了。明是你先问的好不好？跟萧无欢一个德行。过了好一会儿，穆无伤和秦婉嫣终于走入大殿西侧的暖阁。父皇，皇叔，民女参见皇上，参见十一皇叔。秦家丫头也来了，呵呵，来人，赐座。小丫头，你过来这边坐，帮本王看着火候。这果子茶得煮出味儿，但又不能煮老了。秦婉嫣求之不得，走过去。穆无伤坐了下来，父子俩居然闲聊起来。穆无伤这厮到底有何筹码？怎么办到的？萧氏来说清一事，朕令你回去考虑3日。你考虑的怎么样了？儿臣先与嫣儿订婚，虽然嫣儿还未过门，但也为大。纳妾的事他决定便好，儿臣都听他的。这厮说要带我进宫来看热闹，看的就是这种热闹。这就是他刚刚说的要夫唱妇随。呵呵，瞧不出来呀，九哥还未娶就已居内，皇上都管不好他。小丫头，你怎么管的？呵呵，圣王说的极是。小丫头，你倒是跟着好好说说。父皇见谅，嫣儿为此事同儿臣赌气至今，这婚事还望父皇收回成命，日后别再为难儿臣。皇上，卓先生的信使还在候着。卓先生，清明阁大弟子，天下最有名的谋士卓，莫非穆无伤能替康治皇帝请卓出山？罢了，这也不操这份心了。这种事日后就你来管。九哥若是不服管，你告诉朕，朕替你出头。皇上英明。谢父皇。来人，传清明信使。很快，盛公公就带着一个身着青衣、戴着青帽的信使。信使施礼之后，双手呈上一封青色绝密信函，康治皇帝连忙接来。信中的内容确实令人震惊。卓先生并不主张苍岩同百草山联手攻洛桑国，而是建议苍岩尽快同洛桑国北部最大的城池江平城联手，以此南北夹击，攻下百草山。最重要的是，信中提及了一个非常令人震惊的信息：洛桑王室已在洛桑境内发现了巨大的矿脉。萧无欢若择洛桑为盟，苍岩危矣。你知道就好。苍岩皇上，稍安勿躁。卓先生可有指教？只要卓先生愿意助我苍岩一臂之力，朕……苍岩皇上，卓先生只说苍岩朝中唯有秦家小姐秦婉嫣能说服江平城主。话音一落，康治皇帝还未缓过神来，秦婉嫣手里的茶杯就掉了。抱歉，惊着我了。江平城，那是他打拼下来的呀，城主正是他本人，但卓先生他并不认识。这件事是巧合还是蹊跷？小心点。这位便是秦家大小姐，卓先生，为何觉得她能收服江平城主？如此大任，小女子何德何能？在下不过是传达卓先生的话，至于卓先生如何推测的，在下也不得而知。苍岩皇上，卓先生要在下传达的，在下都已经传达完毕。卓先生说，这些都是他个人之见，仅供参考。此事事关重大，苍岩皇上与九殿下
3思而行。卓先生过谦了，劳烦信使代朕感谢卓先生。卓先生高见，朕定深思。朕如周公吐哺，日夜盼与先生相见。苍颜皇帝放心，在下定把话带到。清明信使一离开，气氛又似乎不对劲了。九哥，你怎么看？儿臣一切听父皇的。卓先生说的对，朕当3思而行。你们都退下吧。你跟卓是什么关系？你跟江平城主是何关系？两人四目相对，心思各异。不出3日，父皇应该会令我们南下，你方便吗？什么？此行长途跋涉，时间很紧，你这身子骨能吃得消吗？你从哪儿看出本小姐身子弱的？你什么意思啊？怕我拖后腿？这几日好好歇着，到时候本王来接你。离开秦家没多久，谷雨就忍不住了。九殿下，秦大小姐难不成真同江平城主认识？难不成是东云商会的关系？秦大小姐在东云商会的地位一定不简单。有何关系？南下了便可知晓。百草山那边可有进展？密道已经选好旨，一定来得及。至于萧无欢，仍无头绪。盯着萧雪出母女查，切勿打草惊蛇。是。马车消失在远处，萧无欢才从秦家墙边走了出来。他的紫瞳阴鸷沉冷，愤怒、仇恨、不甘。原来你在这里！萧无欢，你害惨了本小姐，你知不知道？你说话呀！你跑秦家来做什么？你是不是也瞧上秦婉嫣了？我娘果然没看错，就不是真心要找那把钥匙的，你就是被秦婉嫣迷上了。你等着，我娘一定会杀了她的！尊上息怒，尊上冷静，四小姐杀不得。你娘算什么东西？滚回去好好告诉她，秦婉嫣只有本尊能碰，她若敢碰她，本尊烧了百草山。萧无欢这才放开他，拂袖而去。疯子，野种，你不会有好下场的。夜幕降临，寒风彻骨，木无伤的马车就停在了秦家后门。秦婉嫣走出门，裹着一件裘袍，戴着兜帽，低着头，一言不发。木无伤却还是一眼就看出他的妻子不对劲，他摘下了他的兜帽，看得更清楚了。回去，过2日再走。秦婉嫣抬眼看了他一眼，还是一言不发，径自上马车，寻了个舒服的位置窝着。他休息个1晚上，应该能恢复体力了。你肚子还疼是吗？那些药喝了也没用。他眉头锁得很紧很紧，不说话。我带你回去躺着。他说罢便要抱他，秦婉嫣就突然推开他的手，瞪他，可凶可凶了。这么一动怒，只觉得眼前一阵黑，是熟悉的晕眩感，让他都有些晃了。你没事吧？很疼。木无伤索性一把将他抱了起来，让他坐在他腿上。他一手禁锢住他要挣扎的手，另一只手圈住他的腰，手掌运弓贴在他腹上。别动，本王给你暖会儿。秦婉嫣还要动，他却柔声：听话，暖会儿就好。秦婉嫣莫名的平静了下来，仿佛这个男人并不是那个让他心烦意乱、难以镇定的人，而是能让他放下一切防备的人。最终他整个人都无力了，软绵绵地赖在他怀里。在他铺天盖地而来的霸道气息里，他几番挣扎着，不想闭眼，不想睡，奈何最终还是慢慢地闭上了眼睛。他都分不清楚自己到底是睡着了还是昏迷了，只觉得自己失去意识之前喊了他。木无伤。马车在夜色寂静里缓缓驶出皇都，11皇叔就在城门口等着。皇上催着呢，九哥就是这样赶时间的。
古雨哪敢乱说话，走到车窗边。九殿下，11皇叔到了。车内没有动静。九殿下，11皇叔到了。仍旧没有回应。11皇叔见谅，九殿下和秦大小姐怕是睡着了。11皇叔才不信，他翻身下马，推开了古雨，一把掀开回部。车内，穆无伤并没有晕功了，却仍旧抱着秦婉嫣，而秦婉嫣枕在他手臂上，俨然睡得不省人事。他怎么了？不舒服，刚睡下，不劳皇叔操心。皇叔下去吧。这时候秦婉嫣似乎被吵着了，转了个身往穆无伤怀里蹭。穆无伤再次示意11皇叔下车。他不对劲儿，很虚弱，有血亏之象。11皇叔突然拉起秦婉嫣的手把脉，可秦婉嫣却本能一把甩开，迷迷糊糊地圈住穆无伤的腰，语气还有些凶。穆无伤，你走开。11皇叔还想拉他的手，穆无伤握住他的手腕。别碰他。秦大小姐身子不适，11皇叔见谅。11皇叔没说话，翻身上马走在前头。古雨连忙驾车跟上，11皇叔分明有意放慢了速度。离开皇都，一路往南。秦婉嫣醒来的时候，已是翌日临近中午的时候。走的是最近的路线，过几日骑马，10日内应该能到百草山。这家伙居然能猜得到我的心思。你的手又怎么了？昨夜他昏迷了，他才发现他手上又缠了纱布。制药伤到的，没有大碍。千里迢迢赶去，江平城主若是不见我，怎么办？卓先生既肯定你能说服他，你就一定能。看样子，即便我办不到，你也会有办法。去了便知晓，不是吗？那是自然。这时候，马车在家客栈门口慢慢停了下来。饿了吗？秦婉嫣没回答，起身下车。哪知11皇叔冷不丁拽起他的手来，一下子就按在了他的脉。突然肩上一松，秦婉嫣整个人被穆无伤拉到身后去，护着。皇叔照顾父皇之余，若有余力，多瞧瞧上门求医的可怜人。嫣儿这儿不劳您操心。丫头，你昨夜到底怎么了？把手伸出来，快！本王认真瞧瞧脉。怎么回事？没想到你比父皇还得他的心，他见不着你不舒服。11皇叔突然绕过穆无伤，穆无伤还是拦了下来。11皇叔又伸手过来，穆无伤再拦。瞧什么？慕云都治不了，你也配给本小姐把脉？很快，穆无伤就收回手，理了理衣袖，转身往客栈走。他冰冷冷的嘴角分明泛起了一抹弧度，似笑非笑，好看极了。这顿午饭吃得无比安静。康治皇帝有话交代，11皇叔原话转达，秦婉嫣不听，先走出了客栈。这马我要了。古雨，秦大小姐，转告九殿下，本小姐先行一步，在江平城等他们。主子，主子！当穆无伤和11皇叔追出来的时候，连上官灿的影子都看不到了，更别说秦婉嫣了。这丫头，哈哈哈哈哈，有意思，有意思呀！看样子真没什么大碍了，本王就放心了。九哥，既这丫头不愿意与你同行，本王就不强求了。皇上那儿，本王自会交代。咱们走吧。古雨，你还愣着作甚？古雨一个机灵，连忙卸了马车，牵马过来。穆无伤二话不说，翻上，如离弦之箭，疾驰而出。江平城位于洛桑国北部，一直以来都替洛桑国守着北大门，既是军事也是商贸的要塞。秦婉嫣的东云商会也是发源于此。马儿一路疾驰，飞快如箭，在城主府门口停下。秦婉嫣，阴魂不散，果然是你。
秦婉嫣，你这个贱人！把你的话收回去。你不是贱人是什么？全都是因为你，你害我成为整个东云的笑话，你害了我一辈子，全都是因为你。自己嫁不出去，怪我？如果不是你，萧无欢怎么会让我去联姻？萧无欢让你联姻，你怪我；穆无伤不娶你，你也怪我。小雪初，你这么脑残，感情不怪你爹娘，也怪我喽？你，本小姐杀了你！上官灿弹来一石子，直接将萧雪初的剑给折了。燕姐，幸好九殿下不在，否则他那么护你，就不止折剑这么简单喽。你们给本小姐等着！他转身要走，这时候城主的门缓缓开启了。秦婉嫣，你上城主府做什么？方才是何人敲门？今日路过江平城，听闻城主大人大名，特来拜会。城主大人不在，请回吧。语罢，啪一声就将门给关上了。顺路拜会，你好大的面子啊！你秦家在苍岩都排不上号，放到东云大陆算哪根葱？就算你是九殿下的未婚妻，无名无分的，人家可不认。是吗？本小姐见不着，难不成萧四小姐见得着？那是当然。上一回在韩慕白那儿，萧四小姐也是这般自信十足。只可惜啊，韩慕白不与世争，江平城主可不一样。我百草山的面子，他不敢不给。这样啊，敢不敢跟本小姐赌一把？就赌江平城主会不会见你？赌就赌，这一回我绝不会输。如果你输了呢？随便你。你确定？确定。如果本小姐要你百草山的探矿石呢？见萧雪初不说话，秦婉嫣嘴角勾起讥讽。怎么，输不起？输不起就别逞能。没问题。这儿来回百草山，最慢也就3日。你把东西取来了再说。哪知萧雪初从怀中掏出了一条项链，项链的吊坠是一颗淡墨色的晶石。这便是探矿石。秦婉嫣，要赌现在就赌，你若输了，便回苍岩皇都去，当街承认自己配不上九殿下。还有，到清平寺去削发为尼，此生都不得还俗婚嫁。好，以日落为限，江平城主肯见你，便是你赢；若是不见你，便是本小姐赢。萧雪初去敲门，没一会儿仆人就又来开门了。萧雪初递上一份拜访帖，劳烦小哥通报一声，百草山萧雪初奉季夫人之命特来拜见。季夫人之命？萧雪初的母亲？那萧无欢呢？不知萧姑娘大驾光临，里面请。这位是本小姐的朋友，让她一块儿进来吧。你也一起吧。小爷我就在这里守着，免得待会儿有人输不起逃跑。哼，走着瞧。萧雪初拂袖进门。所求之事，拜访帖里都已写明，还望管家通报城主大人，日落前定来相见。萧四小姐放心，小的这就令人去报城主大人，大人要是见了这帖子，必定会来见您的。你听到了没？管家答应不代表城主大人答应。好啊，那就等着。管家见自家主子似乎吃饱了，这才轻轻敲起了桌面，有一下没一下的，有轻有重，听似随意，实则暗藏玄机。这是摩斯密码，主子亲自教他的。主子，那折子上说百草山要与洛桑国联盟，其他什么都没说，难不成这个蠢货是先来送帖子给萧无欢约时间的？瓜泽二手新能源，源头直供更省钱。不管他是来干嘛的，先拿了他的探矿石再说。
探矿石？等着吧，敢在城主府大门口骂本城主，看本城主不坑死他！属下先恭喜城主喜得至宝。主子，不是说九殿下要来谈结盟吗？怎么您自己回来了？洛桑、苍岩和百草山如今到底什么关系啊？管他们什么关系，只要不打我这城的主意，跟谁联盟都可以考虑。但凡想打我城的主意，就都是我的敌人。主子，九殿下什么时候到？联盟的事不着急，如何应对九殿下才是要紧的。您可别再被他扒了身份。少提他，百草山所有通道都封锁了，他要过百草山可没那么快，他至少得迟我2日，有的时间部署，放心吧。终于，娇柔造作、细嚼慢咽的萧雪初朝管家的手看去。哎，城主大人必是有要事缠身，要不早该回信了。时间还早，不着急。然而一等再等，时间渐逝，城主大人却都没有回来。啊，城主大人，快回了吧？哎呀，快了，快了！日落之前可一定能回来？那是当然，萧四姑娘放心。但是眼看太阳就要下山，还是一点动静都没有。告诉我城主大人在何处，我亲自去找他。城主大人回信了，城主大人说不见萧四小姐，请她回去。什么？城主大人可看了萧四小姐的帖子？城主大人看了，说是让萧四小姐带回去。不可能！你们当真给城主大人看了这帖子？你们是不是骗我？萧四小姐，小的们就算吃了雄心豹子胆，也不敢骗您呢。城主大人既说不见，您还是走吧。城主大人不可能不给我百草山面子，他在哪里？带本小姐去见他。萧四小姐，城主府可不是你能耍小姐脾气的地儿。城主大人说不见就不会见，请吧。我萧四小姐，请回吧。管家说罢，拂袖而去。萧四小姐，千万不要输不起。你别过来！你确定想赖账？我没有，也不是什么稀罕物，你稀罕就赏给你吧。他狠狠扯下项链，冷不丁往秦婉嫣脸上砸去。秦婉嫣刚要避开，一道凌厉的锋刃突然从门外飞来，硬生生将项链打得4分5裂。怎么回事？没事。燕儿甩下本王，这般心急上城主府，可见着城主大人了？没见到。那该怎么办？明日再来呗。九殿下想见江平城主。你是何人？九殿下可记得3年前苍眼边关，我代表萧氏与九殿下签订铁矿买卖契约。你是百草山的人。九殿下可记得1个月前，我花轿临门。九殿下，我是被萧无欢骗了的，都怪我太傻太笨了，我信了萧无欢，那日我自己难堪，也让你为难了。穆无伤对这番话一点反应都没有，转身就要走。九殿下，我娘要跟萧无欢决裂，萧无欢不能代表百草山，我娘才是百草山的当家人。萧无欢去找洛桑王了，他想让洛桑王给江平城主下令，借江平城主的精兵冲锋陷阵，攻入苍岩。好你个萧无欢，居然用这种方式想白嫖我的兵。九殿下，我娘知道了一个天大的秘密，她有足够的筹码说服江平城与他联盟，一道对付萧无欢。待我娘来了，咱们一道见江平城主，咱们3方结盟，未尝不可。穆无伤止步了。有足够的筹码不早说，竟藏到了现在，还要拉穆无伤结盟。他到底了不了解这个男人啊？就不怕百草山和江平城全部被他吞了吗？我娘明日一定能到。九殿下住何处？待我娘到了，咱们再一块儿过来。那明日本王再上城主府来。九殿下，
那明日城主府再见。穆无伤到了课堂外才止步，回头看来，嫣儿，还不走吗？秦婉嫣的拳头都握起来了，却还是暂时忍住，大步跟上穆无伤。一日一早，穆无伤就带着秦婉嫣去了城主府。娘，这位便是苍岩的九殿下。不错，神中龙凤，非池中之物，学出好眼光。这位便是苍岩国那个虚张声势，徒有官职毫无权势，差点卖女儿给儿子还债的所谓的水军大将军的女儿秦婉嫣。看样子你便是萧四小姐的生母，百草山大名鼎鼎的季夫人，百草山的妾。先家主已死，你便是寡妇了。不对，你非正室，连寡妇都不如。本夫人杀了你！管家照上前劝阻，穆无伤以灵力拂袖，挥出一道锋刃，不仅断了季夫人的剑，还硬生生让她后退了好几步。九殿下，这就是九殿下结盟的诚意。谁告诉你，本王要与你结盟的？九殿下，您昨日不是说？他说要再来，可没有答应过要与你们同盟啊！有什么本事尽早拿出来，别同昨日一样，等到天黑了都见不着城主大人。九殿下既说今日会来，那便是有与本夫人结盟的想法，不是吗？不是。那九殿下总该是来求见江平城主的吧？不是。本王没说错吧，嫣儿？那你来作甚？与你何干？督察使大人到了。来得正好，正好。督察大人，许久不见，别来无恙呀。雪初见过督察大人。这二位是？这二位是小女的朋友，小女想借机引荐给城主大人，让他们二人先来候着了。都是自己人，督察大人尽管放心。百草山季夫人乃是王上的贵客，此行是同城主大人商议要事，务必好好招待，令城主大人速归。语罢，他取出了一封密函递给管家。督察大人走后，管家假意去送密函。季夫人的笑容渐渐变得得意。督察使送来的那封密函里，洛桑王给他下了密令，要江平城主同季夫人结盟，帮季夫人对抗萧无欢。九殿下，本夫人最后问你一句，你到底想不想见江平城主？本王很想见他。看在雪初的面上，本夫人也不妨跟你直说了。本夫人的筹码就是矿，洛桑国发现的新矿脉，只有本夫人才能帮洛桑王开采。你猜猜，这新矿脉在洛桑何处？在何处？就在江平城辖区内。九殿下，想分一杯羹的话，可得拿出诚意来。本夫人不求别的，就只求一件事：休了秦婉嫣这个有爹生没娘养的贱身，娶我的女儿。为了早点回家剪视频，我在瓜子二手车买了台特斯拉，才花了9万9，买二手新能源就上瓜子。瓜子最近上了几千台新能源源头车，全是从个人和批发商这些源头来的，同样车况，轻松省下1万8块，错过就亏大了。瓜子二手新能源源头职工更省钱。季夫人，城主大人已经回来了，在听雨阁备了好茶，快请吧。人都出去了，管家才怯怯地问：主子，到底怎么回事？您不是不露面的吗？图我兵，图我矿，还图我的男人。本城主这一回绝不放过百草山。啥？咱府上有矿？不对，主子，您有男人，您认了？秦婉嫣早起身，大步走了出去。百草山季氏见过城主大人。百草山萧雪初见过城主姐姐。这位乃苍岩国九殿下。王上与季夫人联盟，与本城主有何干？王上可知晓你把九殿下也带来见本城主了？
九殿下将与我百草山结姻亲之好，这般大事当然是要他一道出面商谈。到底是何事？戚夫人取出一份地图，道出新矿脉的事，上头清楚地标注出新矿脉所在。没想到我江平城还是一块宝地啊！只要城主愿意出兵百草山，帮本夫人收拾了萧无欢，这江平城里的矿，本夫人自掏腰包，自筹矿师，全力开采。本夫人和九殿下只拿5成，余下的城主大人和王上共享。本城主凭什么信你？你说我江平城有矿，我江平城就有矿了？戚夫人竟递上一个锦盒，这就是本夫人的诚意。此乃百草山探矿石，为阴阳2枚，共1对儿。这1枚暂且交由城主保管，待城主为本夫人将萧无欢的兵驱逐出百草山，本夫人再来取此探矿石，详细勘探新矿脉。秦婉嫣心下冷笑，特意回头看了萧雪初一眼。原来探矿石要藏着这样的玄机，真是得来全不费功夫呀。好，极好，5成矿是吧？本城主答应你。听闻城主大人是个非常爽快之人，今日一见，果然名不虚传。本城主向来喜欢速战速决。来人！刹那间，数名佣兵闯入，直接压了季夫人和萧雪初，同时数道弩箭对准了穆无伤。秦婉嫣则转身就走，瞬间不见人影。突然，穆无伤爆发出一道强悍的挥压，只见弩兵都被穆无伤震开，躺了一地。九殿下，救我！救我！穆无伤瞧都没有瞧他一眼，大步追了出去。出了后门，翻身上马，可几乎是同一时间，穆无伤飞落在马背，一手揽住他的腰，另一只手抢了缰绳勒住。这是一帮饭桶。本王还以为得等上几日才能见着城主大人，没想到今日就能见着，更没想到城主大人像极了本王的。秦婉嫣挠住他的手背，不言不语，红艳艳的指甲却挠得可狠了。穆无伤轻易就觉察到了久违的疼痛感。本王不图城主大人的矿，城主大人何不考虑考虑，同本王结盟，一道攻下百草山？本城主向来不与任何人结盟。是吗？他说着再次伸手要摘面具，可是就在这个时候，他的手却像是突然失去了力气，不受控制的垂落。秦婉嫣娇怒的眸子转冷，趁机挣脱落马，他起身往前逃，3两下攀上了一处高墙。穆无伤瞬间就飞身而去，却只落在墙下。他仰头看他，无力感早已从右手蔓延到全身。秦婉嫣只回头看了穆无伤一眼，似女王睥睨般轻蔑，很快就消失在墙头。很快，谷雨就从城主府里追出来。九殿下，难不成您中毒了？秦婉嫣怎么办到的？他五指剑握，硬生生以内功将毒一点点逼出。他抬起手来，只见手背一大片黑青色，2道抓痕里黑血不断渗出。显然这毒不能完全逼出来，必须有解药。幸好不是剧毒，若是致命之毒，那后果不堪设想。九殿下，季氏母女被带走了，秦大小姐似乎另有准备，追不追？急什么？派人盯着百草山，天黑之前给本王杀了江平督察使。他转身就走，却并没有离开，而是走入了城主府后门。秦婉嫣一路疾驰往北。1日上午，他抵达百草山脚下一个秘密特种兵军营。属下恭迎主上。姐，你到底想干嘛？你觉得呢？姐，你不会是想单独拿下百草山吧？有何不可？就是要拿下百草山。姐，你公然违背洛桑王的命令，
一旦出兵百草山，江平城就空了。到时候洛桑王军还有其他城池的兵力全都会往你这边涌的，跟九殿下结盟才是明智的。不，他们需要时间，我不需要。季夫人既然敢找我结盟出兵百草山，她对百草山的防守必然是非常熟悉，甚至她已经做好了里应外合的准备。百草山的地势得天独厚，易守难攻，所以里应外合是唯一的方法。当初萧无欢也是联手季夫人用这一招拿下百草山的，我只需要1天步兵1个晚上突袭，10日左右收场。先拿下百草山，后续的洛桑王想怎么样再说。且不说木无伤与清明阁到底是什么关系，就单卓先生那句话足以证明他盯着我江平城很久了。好像是这样的。他可不是会与人共享江山的人，同他结盟那是引狼入室。是，就是这样的。控下百草山，我能把他苍岩的兵永远挡在山脚下，洛桑的天下待我徐徐图之。姐，你再这样下去会没男人的。来人，把人质给我押过来。很快季夫人和萧雪初就被押过来了，把百草山的所有防守全都指出来，还有把你手上的兵符交出来。我母女俩既落在了城主大人手里，愿赌服输。季夫人就着地图将百草山的布防一一交代了。她知道江平城主不好骗，她说的几乎都是实话，只在一条非常关键的兵道上说了谎。季夫人如此诚意，本城主明夜邀你观战。秦婉嫣挥手示为带走。翌日晚上，碧空如洗，皎月如盘。季夫人，本城主的兵已经全部就位，待本城主夺下天府兵道，以狼烟为号，便可全军出动，一举拿下百草山。久闻城主大人带兵有道，今日能一睹风采，就算是输，本夫人也输得心甘情愿了。是吗？不过可惜了，今夜本城主并不亲自带兵。天赋兵道乃此战胜负的关键，即便有兵符在手，也不容易拿下。城主大人，三思啊！区区一条兵道，本小姐还瞧不上，倒是在这里陪着二位观战，本小姐更有兴趣。秦婉嫣，是秦婉嫣的声音，是她。秦婉嫣这才缓缓转过身来。不可能，我不接受，我不要，我不接受。不接受。秦婉嫣轻哼，突然揪住萧雪初的衣领，将她丢到悬崖边上。告诉我，天府兵道的埋伏是什么？秦婉嫣一言不发，转身狠狠朝萧雪初踹去。萧雪初根本挡不住，半个身子掉了下去。季夫人，你再不如实交代的话，本城主就杀了你的女儿季琪。不要！我说，天府道中埋伏了不少萧无欢雇的佣兵，天府兵道上段备有乱石火箭，一旦有兵攀登，道上便会投下乱石火箭，再多的兵都无济于事。萧无欢倒是想得周全。传令，按原计划行动。月芒下白烟滚滚，直上云霄。又过了一会儿，天府道方向竟然出现了火光。你用的是毒烟？怎么会？你没资格知道。季夫人，跟本城主好好说说，萧无欢到底是个什么来头？不过是个野种罢了。他一出生，他娘就被仙家主的妻妾们害死了。当时本夫人刚嫁入百草山，是本夫人好心把她送去赤荣服药，救了她一命。赤荣？秦大小姐与其好奇她的身份，倒不如问一问本夫人是什么来头。看样子本小姐低估了季夫人。你可知道赤荣国的铁骑何人掌管？赤荣摄政王季虎。
赤荣摄政王正是主上，本夫人奉主上之命，与萧无欢一道夺下百草山，不仅让他报了当年杀母之仇，还与他共享百草山。萧无欢答应同本夫人一道，替主上谋得苍岩宝石，只可惜他是个没用的废物，要是没拿到，还让雪初沦为笑话。苍岩宝石到底是何物？传国宝石不仅仅是苍岩圣物，更是整个东云大陆的圣物。它是东云上古战神的遗物，藏着主宰东云大陆的秘密。秦大小姐，你违抗洛桑王的命令，又不与九殿下结盟，难不成你妄想以一城之兵对抗两国之师？你瞧不上本夫人，不如本夫人将你引荐给我家主上，是吗？哼，主上最喜欢你这样的女子。是吗？来人，把她拉上来。萧雪初被拉上来后，瘫坐在地上，后怕不已。季夫人在百草山潜伏这么多年，连女儿都生了，对赤荣摄政王的忠心日月可见。就是不知道赤荣的铁骑会不会那么无情，从你母女俩身上踏过去。来人，增2支精兵往百草山西路，将这2人押过去。主子，您可算回来了。人呢？在竹林茶室。秦婉嫣大步往茶室走。主子，还有件事儿，督察大人死了，谷雨干的，咱们的人去了，正好收尸。配合还挺好。秦婉嫣戴上了面具，大步走了进去。他将那张不完整的造船图往木无伤面前一丢，开门见山。怎样才能给我完整的图纸？他盯着秦婉嫣看，一言不发，深邃的眸子里藏着不悦。秦婉嫣垂眸盯着他的手，眉头微拢，眼神可冷了。他分明是在等他给他解毒处理伤口。来人，药箱。管家亲自送来药箱就走，不敢久留。真疼。冲洗完了，他用棉花湿干后涂上一层药就完事儿。你把毒都逼出来了，但是没有处理伤口，毒药还残留在伤口里，局部麻痹，手背僵硬无指无力很正常。揉捏按3个动作，多做几次就好了。他再次低下头，拉起他的手来，在手背周遭手心按捏揉了一番，又逐一揉捏起他修长的手指。原本暗涛汹涌的气氛渐渐的平息了。木无伤突然伸来另外一只手，拔掉了他的面具。看够了没有？身为本王的私家大夫，你竟敢对本王下毒！秦婉嫣只当没听到，将造船图推到他面前怼。我要完整的图纸，价格条件你直说。这么快就拿下百草山，你怎么办到的？开天府兵道，纵火起毒烟，很聪明。但是你的兵怎么登顶的？东海南下的战舰怎么来的？违背洛桑王的命令，攻下百草山，将平城2/3的兵力北调。如今只剩1/3的兵力守城，你打算如何应对洛桑王军？又打算怎么应对南部蠢蠢欲动的几大城主？九殿下螳螂捕蝉，水军援兵不是到了吗？嫣儿的意思是结盟。见秦婉嫣不答，木无伤追问道：城主大人的意思是愿意与本王结盟了？他瞪他半天都不说话。走，本王带你出海。木无伤仿佛习惯了一般，牵起秦婉嫣的手。放手。我看你这手还没痊愈，有待去疤。莫非九殿下连我这手全部痊愈都要管？你是不是管得太宽了？我看九殿下这手力气大得很，还需要给九殿下再揉揉吗？秦婉嫣仿佛找回了些面子，又甩手，奈何木无伤没打算放，拉得紧紧的。秦婉嫣瞪他，再甩。
你到底怎样才肯放手？跟本王出海。你放手，我就跟你去。穆无伤这才松手。穆无伤早就做好了准备，一离开城主府，两人就一路往东，直奔向海。穆无伤带着秦婉嫣抄了最近的道，一路疾驰，日落时分抵达东海岸。你倒是很熟悉江平嘛。本王对整个洛桑都很熟悉。所以呢？江平城和百草山归你，洛桑南部归本王。江平城和百草山已经是本城主的。你确定？秦婉嫣没回答。本王许诺你，苍岩南垂驻军不犯百草山。3日之后，洛桑东西两岸水兵入境，牵至洛桑南部。南北无忧，你不必过多布防，多花点力气拾掇好百草山。萧氏根基深厚，不可大意。赤绒铁骑蠢蠢欲动，你百草山西路虽也易守难攻，没几支精兵驻扎，你也敢高枕无忧？真是哪壶不开提哪壶，句句戳他的短板，句句说的都是一个意思，他兵少不够用。这时候，一艘船出现在海平面上，朝这边行驶而来。如果说穆无伤刚刚说的是威逼，那么眼前这艘船便是利诱了。燕儿原本是何算计？打算如何应对洛桑王军？让利于洛桑王，以本小姐对洛桑王的了解，至少能拖他1年。让利与结盟有何区别？认真说起来，也没有本质的区别。所以，你对本王下毒的时候就想好了，宁可选择洛桑王，也不选本王。那日我便说了，我不会引狼入室。我哪知你兵入百草山是想占我便宜，还是想帮我对抗洛桑王军？万一你趁火打劫，不仅要与我瓜分百草山，还要占我江平城，我怎么办？本王不可信，洛桑王便可信。我只相信我掌控得了的。难道九殿下不是吗？穆无伤似乎被问住了，缄默地转过头看向大海，